大家好，这里是思文的播客思文败类，我是思文，我是圆圆。本期节目由你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夸奖的夸，克服困难的克，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在群里面看到一些分享的网盘资源，就是那个夸克。夸克呢，他有一个 slogan 特别好，他说工作无从下手，让夸克 AI 先动手。我记得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每次到年终我就很头疼，因为感觉年终的事情特别多。最近呢，应该也是各位职场朋友非常忙碌的时期啊，而我们今天的赞助商夸克就可以为大家解决很多这种工作的难题，比如说什么会议纪要啊、制作 PPT 啊，还有一些写年终总结之类的，夸克都可以帮上忙啊。大家可以上夸克 APP 搜索“思文说要淡定”6个字，参与活动。我们在评论区也埋了一个小彩蛋，欢迎大家找找看啊。今天呢，我们的播客也是做一个2024的一个年终总结。我发现我们每次年终总结的时候都有广告，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对，感觉是一个非常吉利的一个收尾。我记得去年年终总结咱们好像做了很多当时的一些宏图伟愿。去年我就记得我说了一个什么旅游的事情，我写的是接一些旅游的广告，然后对中医有更多的学起，多读点有意思的书，做一些有意思的工作。我觉得如果广泛来说，好像这几个都有实现。虽然那个正儿八经的旅游广告是没有接到，但是咱们也去了千木山游玩嘛，我觉得也算是某种广泛意义上的旅游吧。然后呢，我去年还跟高蓉蓉学了扎针，就上了她的那个针灸课，书也确实读了不少，因为做播客的关系，所以读书量比往年增加了500%。然后也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综艺，虽然数量不是很多啊，但是都挺有意思的。我们前几天也一直在聊，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接一些旅游的广告，所以听众们如果有旅游局的朋友们、民宿的朋友们、做酒店的朋友们，以及旅行社的朋友们，或者航空公司的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欢迎来找我们合作。置换也可以啊。所以你今年中医其实学了很多是吧？也没有很多，因为我之前学中医都是学一些基础理论，我觉得你要学中医从基础理论到给人家能开方看病，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就是我感觉我学了很多年我也不会到这个程度，但是我觉得学完那个扎针的那个东西我立刻就可以上手，就是给圆圆和小绿拼命扎了几次然后我有时候也给自己扎，所以我觉得立刻能用上，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我觉得你今年确实读了很多书。对，做播客之前确实没有读太多的书，当时就是读一些心理学的书，就像上次我们聊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吧。但是我觉得播客这个东西，它会督促我去读书，而且特别感谢各个出版社给我们寄了很多书，让我们能看到很多平时不太会关注到的一些书的类型。然后我看了之后，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以前关注到的那么窄，就觉得还挺好的。特别感谢，就是做了这份非常有意思而且有意义的工作。所以精神食粮也要营养丰富多元。是的，就是不能太单一。我其实今天回顾了一下我去年许的一些愿，第一个是去骑马，当时我想象的是去内蒙或者新疆骑那种奔跑的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对，但是一直都没有去。不过我前一阵子终于去云南骑马了，但是骑马的感受并不是特别好。我当时想象的感觉是一种我跟那个马是合二为一的，我和马之间是互通的，然后我们一起奔跑。结果我真实的骑上了马之后，我发现我就是我，马就是马，我们是没有办法合二为一的。以及我坐在那个马上有一种很明显的不公平感，他是驮着我，他是被我奴役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极其不适。我就觉得算了，我应该骑不了马。我觉得这个世界往往就是事与愿违，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会很抗拒的事情，试了一下发现好爱有些时候你认为我会非常非常喜欢的事情，很期待的事情，试了一下发现原来是这样子，就是一点都不像我期待的那样美好，或者甚至有一些负向的感觉。这也是一个这个世界比较值得去体验的一个新鲜感吧。好和不好可能都是一些突破自己认知的事情，也挺好的。是的，除了骑马之外，第二个就是去年给自己定的固定更新公众号，我觉得这个完成的很好，好像一年都在按时更新，还是挺自律的吧咱俩。对，这个算是完成了。
我觉得不管写什么东西，不管写公众号也好，写日记也好，它好像会培养一个你比较有那种细致观察这个世界的这种角度和这种思维方式。对，而且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经常会写之前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可能只是写了一个开头，但是全部写完，它可能能揪出来一些你隐藏中的想法，或者是能帮你的想法组织得更完整一些。我猜到了这开头，却没有猜到这结局。我觉得跟人聊天有这样的类似的体验。我跟人聊天的时候，本来觉得只有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想法，聊着聊着我发现，哎，还可以这样。大家是一个互相启发的过程。我觉得写东西这个事情，就好像你跟自己在聊天一样，虽然没有一个对方给你反馈，但是你会发现原来有更多的想法或者更多的一些观点，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递进的一个感觉。我第3个希望今年能做的是，就是有一些新的工作形式，比如去电影节啥的。很遗憾，电影节并没有邀请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从自己的世界里出来，我自己感觉是有。我以前可能不太关心路上的人或者是后来可能关心一点点，但是也只是表面上的关心，觉得我应该关心。但是我今年确实觉得我发自内心的从自己的世界里面更出来一点了。对，我觉得你今年的变化是好像更加的开朗豁达了。我觉得你以前特别像一个居于自己一隅的那种文艺青年，就是在自己的一个角落里面用一个比较文艺的一个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你今年好像确实有往前跨个2-3步，虽然还没有走到那个广场的正中心，但是已经从那个角落到那个角落边缘了。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感觉。上面讲的是一些我们回顾去年做的一些规划，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总结一下去年的生活。我之前在公众号有写过啊，就是之前有一个大师说我的38岁这一年就是鸿运大开，然后我以前一直都非常期待这一年，但是我去年是38岁的第1年发现我也并没有什么鸿运大开，就是从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这种什么事业发展来讲，就是非常平稳的一年，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特别厉害，也没有特别不厉害之类的。但是呢，我发现我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以前总感觉说，哎呀，如果我在实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我的人生就完美了。比如说我以前工作特别忙碌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虽然现在工作很忙，看似好像做出了一点成绩，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很好，睡眠很好，而且有很多时间的话，那我的人生就完美了。然后当我有很多时间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现在虽然有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我的事业再稳定一点，再往上走一个台阶，那我的人生就完美了。或者是有时候比较孤独的时候，觉得，哎呀，如果说我身边的好朋友都住在我的小区里，大家都在一个小区，那我的生活就完美了。好像不论什么境地，走到什么阶段，好像我总有一个想要实现但没有实现的东西，而且我总是认为如果那个东西实现了，那我的人生就完美了。但是我今年最大的变化是我没有那个如果，就是我有一天就觉得说我的生活此刻就是挺好的，我没有说如果怎么怎么样我的生活就真的完美了，没有。我突然觉得好像此刻当下我的生活就是挺美好挺完美的，不太需要实现更多的东西。然后我那天就想，那个大师给我讲的说38岁鸿运大开，这个鸿运大开有可能是说你的人生变得更成功了，或者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但也有可能是说你的内心走到了一个非常平和淡定以及能够感受到幸福感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其实后者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更加的像一个鸿运大开的状态。但是我现在不是说我的生活没有烦恼，我的生活其实挺多烦恼了。比如说昨天我出去被那个出租车司机随便加价，然后他车上很臭，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些烦恼，这不是一些痛苦。烦恼肯定是生活中都要经历的，不然我就已经成仙了。有烦恼是一个常态，但是
底色是一个比较快乐跟一个比较幸福的状态吧。所以说今年相当于我正式的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并且正式的接受了自己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是我今年最大的变化。之前你老觉得要做什么事情才好，或者是才完美，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一种缺的状态，觉得这个东西我缺，我需要做了什么东西，我自己好像才能丰盈一点。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你本身已经满了，不缺东西了。对，之前看一本书，他就说，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需要一个什么条件才能完美，那你的生活就永远都不可能完美，因为你不管到什么地步都会觉得还不够完美，我还需要再有一点什么东西。我就想想，对啊，那我小时候觉得我的生活需要挣多少钱或者买什么房我才能完美，后来发现我以前也买了房子了，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的生活因为买房这件事情变得完美。所以说它其实可能更加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调整吧，或者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流年到来的一个状态。是，我也是今年彻底接受了自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是我以前总觉得这是一个过渡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我好像从刚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租那种房子，我就觉得这是个过渡，我以后要住大一点的房子，我以后要过上比较平稳的生活，就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过渡，导致所有的过渡的日子其实成为了你真正的生活，就是老是觉得这个不是我尘埃落定的生活。不知道你有过这种感觉吗？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前2天看的一本书，上面说那个王伟忠，就台湾的一个综艺大佬，他之前不是住在那个眷村里面嘛？眷村当年就是从大陆过到台湾的很多居民，他们住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去到眷村的那些人们，他们都时时刻刻非常盼望着回到自己的家乡。他的邻居有一个阿姨，到了眷村之后，她的那个床永远都没有把她钉死，因为他觉得他随时要回大陆，回到自己的家乡，他随时可以把这个床拆掉，可以打包带回去。阿姨在那个眷村里面住了10年，她的那个床10年都是没有钉钉子的状态，因为她随时觉得自己要走。但是呢，她到10年的时候，好像突然得知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不可能回去了。她那天才终于流着眼泪把那个床钉上了钉子。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临时的状态，但没想到他这样临时的状态居然已经过了10年。等他真正要接受永远在这里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变化的。是的，我已经完全接受现在自由职业的状态。其实我们从做播客到现在这2年，我经常会想要不要去找个工作，要不要去怎么样，其实偶尔还是会去看嘛。但是今年下半年我已经彻底下定决心不再去工作了。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定事件，就是心里的一种状态，就觉得我好像不应该再想一些别的，我应该把我自己的精力花在真正要做的事情上，而不是天天想着是不是还有别的出路。其实你知道吗？你给了我很大启发，就是在这个生活方式上面。因为我以前包括网上啊，大家都会说有些人不焦虑是因为他有底气，就是人不焦虑他可以自己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因为他有一些积累，或者他的家庭比较富裕，或者他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底气，他才能这样不焦虑。我以前也这样认为，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过得非常的闲适，非常的不焦虑，他能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因为他是一个富二代啊。那我不是富二代，我就没有像他这样选择的余地。但是我认识圆圆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种没有任何积累，也没有任何底气，也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就是我觉得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样本。我的人生中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也没有什么存款，觉得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不做。觉得原来有人是可以这样的，就是我不能这样，并不是因为我的存款还不够，只是因为我还没有这样的勇气吧。可能吧。我还挺开心的。我最近也是在读另外一本书，叫做《人类简史》。它里面说到农业发展之前，人类的生活其实是比现在要简单很多的，要轻松一些。原始人他们是上午去采集一些水果和打猎，下午在家里面八卦聊天，晚上睡觉，一种非常闲适的生活。
然后等农业发展之后，反而人们变得更累，每天要耕田，照顾那些田地，要劳作，对，不停的劳作，反而没有之前过得潇洒。而且因为有了很多财富的积累，导致他们也不能想离开就离开，给我的震动还是挺大的。我就觉得可能人需要的并不多。对，那天我坐出租车跟那个师傅就聊了2句，师傅就说，他说你平时在哪儿？我说我在上海。他就说，哎呀，他说你要是在上海买了房，你把那房卖了，你在宝鸡你能买一个单元。我心想，这个师傅对于财富的想象就是在宝鸡买一个单元。我说那我买一个单元我干啥呢？他说买一个单元，然后他就一时语塞，他也不知道买一个单元要干啥，他就说买一个单元你就把它弄成酒店，你就租出去，就收那个酒店的那个房费。我说哦这样子。但是觉得宝鸡人民确实就是他也不太需要那么多钱，他需要那么多钱他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花。是，那你对你这1年的满意程度如何呢？我比我想象中要满意很多很多。其实今年年初过的时候，我就对今年充满了希望，我觉得今年我应该能做非常非常多事情。实际上我没有做非常多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就是我真的开始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比如呢，写小说吗？对，我以前写小说我其实不太想写，就是我可能写非虚构的东西比较多。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一直不敢写，是因为它也很难说是怕写不好，而是我没有那个耐力写，我可能写一半中间又去忙别的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已经续不上了，那种断裂感让我觉得非常烦躁。我们不是在上研修班嘛，有一天我就在那边写，我人生第一次在写小说的时候感觉到了某种飞翔感。哇，就是那种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自由的感觉。我就觉得我不能被其他东西打断，我一定要把它写完。而且我也不是说我把写作看得很重要，所以我要什么都不做了然后去写，是我在里面感受到了一些滋养我的东西。以前我总以为写小说是把一些见闻或者是你的一些想象，你创造一个人物你把它写完，它是一些已知的东西。然后没想到我在写的时候，它能不断的让我认清我自己，让我不断的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置，我为什么要把它往那边走。还有一点就是我自从写小说了之后，我对外部世界更感兴趣了。之前可能就觉得我只对我心里感兴趣就行了，以前我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小说你只要内心丰富就行了。但我发现你实际在写的时候，因为你要描写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就比如我对现实生活毫无觉知，我就不知道如何描写一些飞机，如何描写一些出租车，一些非常细节的生活类的东西，我根本就没办法描写。等我去一点一点的发现现实生活是什么样，我开始觉得现实生活怎么这么好玩。所以我在云南的时候，我们去玩，这次旅行跟以前旅行很不一样。以前旅行就是看看景点去玩，但是这一次旅行的时候，有意识的跟各种人在聊天，跟出租车司机在聊天，然后跟当地少数民族在聊天，看到非常不解的东西我会问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得知了很多历史故事，就觉得世界很丰富。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帮助挺大的。我觉得自己之前像一个扁掉的气球，现在冲起来了，然后我就飞翔了。感觉你很像那个心理学的那种沙盘，你有没有做过那个沙盘的那种测试？没呢。有一个盘子里面都是沙子，就是你要从旁边拿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摆在这个里面，这个就相当于你的内心。然后有些人他就会摆很少的东西，有些人就会摆很丰富的东西。比如说你摆一些士兵，它就可能象征着你内心的一些战斗的那一面，然后你有一些摆的是那种河流啊什么的，它就是象征你内心的一些素材吧。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画面，就是你的这个沙盘里面的东西越摆越多，可能以前只是一些非常简单和非常怎么说呢单面的一些东西吧，现在就会有各种各样一些其他的人。我觉得你以前的沙盘里面可能是一些自然就是一些太阳、月亮、山川、河流，但你现在的沙盘里面可能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你对今年满意吗？应该说超级满意吧。
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的内心的状态跟以前差别很大。我今年好像第一次有这种不焦虑的感觉，我觉得今年是我的不焦虑元年，就是第一年感觉到真的不怎么焦虑。就是我以前好像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我都非常焦虑。我后来发现，可能焦虑不焦虑跟你从事的具体工作有关系，但是不是绝对的关系。然后我现在好像也不太想选择那种让我极其焦虑的工作，就比如说那天我去湖南卫视录节目，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宝鸡，我从宝鸡到那个长沙的时候，我发现湖南卫视的那些编导和制作人，他们满脸都是焦虑。我以前注意不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以前跟他们一样焦虑。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对，我觉得我们都长了同一张焦虑的脸。他们其实对这个节目的数据啊，包括后期的效果，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已经脱离了他们，我已经是不焦虑的一个人了。然后那天在录节目的时候，其实我很久没有上综艺嘛，在很多镜头面前录综艺，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个焦虑值会飙升。但是我发现再飙升，我也没有以前那么焦虑了。就是好像焦虑的情绪，它是一层那个外壳，它是一层皮毛，它贴在我的这个内核外面。我以前是从内到外，我整个人就是一个焦虑，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那天在录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打起精神，但是我也没有很焦虑。我以前焦虑可能是特别害怕我表现不好，现在就觉得表现不好又怎么样呢？这个节目可能也没有很多人看。所以当我在那个节目上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焦虑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觉得我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就非常的满意。你确实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要放松很多。对，我也不知道为啥，但是我觉得也许这个过程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去实现吧。但是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已经有人说你那时候比你之前要放松了。我在想你之前到底有多紧呢？我之前就是紧到快要滑丝了。我现在都很难想象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别人说任何一句话，不管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我就像昆虫的那种触角一样，全身的触角就会立刻立起来，去捕捉到别人的信息。包括我现在还保有很多察言观色的一些习惯，这个东西我都很难改正，因为我太容易察言观色了，就是我不得不去捕捉到别人想要什么这种东西。然后呢，我以前在工作中非常容易心悸，我一看到比如说我们的节目要开播了，然后那个数据什么什么，我就会疯狂的在那刷，一边刷心里就会不停的狂跳，完全睡不着觉。然后我最近都是每天9、10点钟就睡觉了，所以我觉得哇，我以前很难想象我的人生我有一天会到现在这样的状态，而且这个状态跟所谓的成就啊、什么钱啊、外在的什么美貌啊这些东西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果然38岁是大运。对，我觉得大运是有道理的。前面是一些关于我们大体生活的总结，接下来我们可以聊聊工作。工作上，我以前也是觉得说我的工作需要有一个什么特定的 title， 或者有一个什么特定的工作形式。比方说我小时候也梦想过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写小说。我总觉得写小说它是一个职业，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作家协会的，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写小说，我觉得它是在一个框架里面的东西。所以我这几年以来，就是不做脱口秀以来，我一直觉得我的工作没有办法被定性，我不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就是别人每次问你最近在忙什么，我就说啊，我最近在忙什么。我心想我也不是很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总结我最近在忙什么。但是今年我就会有时候觉得，哦，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休闲和看书，或者是玩一玩，然后休息，然后运动运动。少部分时间就是在录播客、写公众号，然后做什么小红书的直播。这也许算是一种工作吗？我也不知道它算不算一种工作，但是我觉得这种工作它就是我的理想工作，因为它集齐了很多我非常喜欢的元素。比如说读书，它算是我的一种比较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以摄入很多外界的一些信息嘛。还有看世界，比如说我有时候还会接到一些去录综艺的一些 offer， 我会去别的地方出差啊什么的，可以去当地吃东西啊，然后可以跟当地的那些团队合作一下。
包括跟朋友聊天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那跟圆圆聊天其实本来就是一件所谓的工作吧，而且还居然有人愿意听我们聊天，所以说我有时候觉得它不是工作，但是有时候觉得它就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工作。就是这一年我们也没有赚多少钱对，我们整个上半年几乎是没有收入的。对，然后我发现当时我俩有一些轻微的焦虑，这个焦虑呢仅限于我俩每次录完播客说，哎，怎么办呢？那就努力努力吧。好的，回去努力。然后就回去之后就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还是想干嘛干嘛。所以说我觉得我内心的这种关于工作的稳定感慢慢的比较内化了，就是它没有太受到外界的一些牵制。因为这种比较轻松的工作状态，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比较稳定而且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和圆圆在聊一些选题的时候，我觉得聊之前我们也会对这个选题做一些工作，但是每次聊完之后我都会对这个选题有一些新的一些感受，特别是心理学方面。我们聊的心理学比较少，但是之前我们聊了很多心理学之后，我发现我现在的心理问题几乎已经被治愈的七七八八了。这种东西它最明显的一个符号就是说，我在提起以前的那些让我伤心的往事的时候，发现我不伤心了。就是我知道这是一个事件，但是提起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当时的情绪了。我觉得，哎，我居然对这个事情没有情绪了啊！我妈小时候打我，居然没有恨她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治愈的一个表现。每次我们在聊的这些话题和这些选题，我觉得也在随着这些我们探讨的选题过程中，自己也在高速的成长吧。我感觉自从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就特别喜欢年终总结，感觉有很多想说的，就不像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年终总结我都特别头疼。对，你那时候喜欢汇报吗？你擅长汇报吗？我很擅长写一些空话，还有水词儿。做一些工作，我就会把它上升到很高的层面。比如说，我帮什么领导做了一个什么 PPT， 我就说，哎呀，帮领导梳理了年度的工作，做出了有效的总结，什么什么，我就会写这些东西。每次写年终总结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我要写很多非常莫须有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这是展示我才华的极佳时机。我的年终总结以前就做的特别差，年终汇报的时候。但是我运气比较好，是因为我是做类似于新媒体类的东西，其实不用汇报，老板也看得见，所以就还好。就是你那个 PPT 做得非常差，他们也就看一眼，但是他实际上是知道你做了很多东西的。如果不是我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那我真的会在职场上还挺倒霉的。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羞耻嘛，就是觉得自己做到了某些事情，然后就不好意思说。我有一次遇见一个朋友，他听了我们播客听了很久，可能有一天我讲到了之前工作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过来问，播客里面的圆圆不会就是你吧？哇，我觉得咱们这个跟职场有个不一样的是，咱们这个没有什么特定的观众。工作总结这个事情不一样，它一定是有特定的观众，而且你一定是有特定的对手。如果我写的不好，别人就超过我了，然后我都是写给那一个领导汇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写。我觉得如果我跟你是一个公司的同事，我应该会给你包装的很华丽，完成了公司战略的转型。但我以前特别讨厌写工作汇报，是因为那些词我拽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拽。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写那种周报、月报，还都不是年终总结，我们甚至日报都要写。大家都写今天干嘛了干嘛了，我在上面写刷小红书。你真的这样写吗？对啊，因为当时在小红书嘛。哇，刷小红书算是一个工作内容嘛。我不知道领导什么感受啊，但是他肯定觉得这个人就这样吧，非常的诚实。领导给你的批语是圆圆超绝松弛感。今天我们的赞助是夸克嘛，它里面有一个 AI 写作，就是 AI 的词汇比我要丰富很多，尤其是工作总结的词汇。我就在那个地方 AI 写作输入播客年终总结，他就写1-2千的年终总结，然后说今年播客行业数据、行业趋势，然后受众怎么样，写了一大堆。感觉我只要改一下或者添加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比如我们的播客数据写在上面，只要改掉几个字，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可汇报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汇报到老板。好可惜哦。
对，所以我们各位的职场人可以用一下这个夸克的 AI 写作啊，应该会帮你节省非常非常多的力气。它刚开始写出来的不是一个特别直接完美的状态，你可以直接在里面修改，或者是你直接让它优化，你就跟它说我要优化某一个部分，然后增加什么数据描述啦、细节处理了，你想加一些互联网黑化之类的，你只要给它指令，局部润色什么的，它也会帮你修改，一直修改到完美，然后自己虽然是员工，但是自己也有了自己的员工的感觉。对，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做那个工作总结啊，就是你干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小，比如刚刚圆圆说的刷小红书，但是把它输在这个，比如说做年终总结，你可以把今年干的几个要点写在里面：一、刷小红书；二、刷抖音；三，就是类似于这样，但它就会帮你包装的非常高大上。它比如就会说日常分析小红书的数据，总结小红书热词，什么分析网络的热点，它就会给你总结成这样子，你会觉得哇，真的是一项非常厉害的工作。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夸克 AI 写作的功能，夸克的 AI 总结也特别好用。对，可以把你过往的那种季度汇报啊、什么项目复盘这种文档或者 PPT 直接就上传上去，还可以一次性上传很多文件，让那个夸克帮你整理总结内容，直接生成那个 Word 或者 PPT， 你都不用自己排版。我们的团队很小，所以很多具体的东西还是需要自己做的。就是看着其实我们1个月更新3次，但是它的复杂的就是那种琐碎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现在有了 AI 之后确实很方便，但是我并不是说直接让它全部帮我做，因为我是有拖延症嘛，它是帮你起个头，那你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了嘛。其实拖延症最难的就是从0到1那一点。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自己想做一些综艺节目的策划嘛，就是等后面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电视节目之类的。然后我就跟思文老师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想一些这样的策划呀？怎么都想不出来。有时候去用 AI， 它可以做 PPT 嘛，你就直接输入综艺节目策划，把一些想要的细节写上，然后它就给你出一个 PPT 非常详细的。当然了，因为我输入的指令比较简单，所以它给出来一些比较大众一点的那些策划，但是你在这基础上一改，你就会觉得哦，好像也没那么困难。我觉得这个 AI 呢，一方面它可以帮你搭一些框架，比如说你这样的一个策划，它需要1、2、3、4、5，就是哪几项这个框架。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帮你润色成一个相对丰满的一个东西。当然，我觉得内核可能还是要自己来想，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让人困扰的不是这个内核，而是这个外形。我在网上还买过那种 PPT 模板，它有什么100个什么模板那种东西。对，我觉得有 AI 的话，这种东西也可以稍微省省力气吧。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智能新时代抛弃的人，但是没想到用起来这么简单，我就突然觉得自己又变得潮流了起来。总体来说对工作也很满意。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下你的情感状态，今年有什么变化呢？我发现有些朋友我已经更新换代了，因为我之前讲过一些我的一些朋友的事情，然后呢，很多听众说思文怎么有那么多朋友？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每一位朋友关系都比较深刻，所以会有很多事情，就听起来好像有很多朋友。我们也讲过一个话题，就是阶段性友谊。之前对于阶段性友谊这件事情，我虽然是知道的，并且我非常认同这个事情，但是你要真的就是一个朋友如果离开你，还是挺难过的。但是今年好像我已经比较自然和舒适的接受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新陈代谢，就是我的生活在往前走，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离我远去，但是我在前方也有新的朋友会走进我的生活。所以说呢，觉得还挺好的。之前我的一个老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要判断自己真的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你就看你的朋友有没有变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观点吧。如果你会发现你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慢慢的疏远或者慢慢的离开你，有可能是你的问题，有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有可能谁也没有问题，就是你们之间的频率不太一样了。他还在这个阶段，但是你已经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朋友也会慢慢远离，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到了新的阶段，也会有新的阶段的新的朋友。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拥抱和喜欢这样的变化的吧。你呢？你的情感关系有什么变化吗？我感觉我和父母家人的关系比之前好很多。我之前肯定不算家庭关系很差的人，
但是因为我从大学之后就不经常在家了，一直在外面上学呀、工作呀、生活呀，好像跟家里面的连接并不深。说难听一点，就会觉得家人好像是我的 NPC 一样，就是你写人物小传的时候，你就写那个人他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但是具体和家庭的关系，这些年因为我父母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或者是我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忙，你就感觉好像背景板一样，平时有点像是固定的联系一下，但是这种联系一下也就是聊聊天，然后问问怎么样，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深的连接。今年我感觉会好很多，当然也是可能今年家里面出了一些事情，我的父母他并不是什么需求都没有，然后他也会遇上事情，他也会生病，然后他也会有自己的苦恼。当我去面对他们这些苦恼呀和处理他们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变得更深了。就比如最近有一个事情我还觉得挺不一样的，我妈最近在住院嘛，然后我一个朋友来看她，他们聊得就很开心，聊着聊着我妈就开始非常习惯性的数落我，就是说哎呀，因为太闲了呀，什么都没有事情干了呀，就没有孩子可以养，也没有孙子外孙子可以抱呀，所以这不是闲生病了吗？我当时听到就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那岂不是如果我死了的话，如果我受伤的话，你是不是就有事情做了？就感觉像是心里面发生特别想攻击他的一些想法。当时特别生气，特别无助。然后等我朋友走了之后，我就坐到我妈的病床旁边，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不喜欢你那样说。就是我以前不会告诉我妈我不喜欢你那样说，顶多自己在心里面生闷气，顶多自己在心里面会觉得要是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报复你，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搞得自己也很内耗也很难过。但是那天我就坐到旁边说，我很不喜欢你这样说，你那样说让我觉得很难过，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哭了起来。我妈就跟我说，我错了，我不再这样说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的关系就更亲近一点，以及我觉得我小时候的一些跟他交往的情感模式发生了变化。我小时候每次跟他交往的时候，就是他说了一些我非常不喜欢的话，然后我就在心里面特别堵得或特别难受，然后自己去消化。但我现在会直接告诉他，我小时候是不敢告诉他的，可能他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对象，我不知道我这样直接告诉他我的后果是怎么样。但是可能我慢慢的也长大了，然后他由于生病变得也很弱小，等我们之间力量有一些变化之后，我直接的告诉他，我当然也可以跟他大吵一架，但是我那天就特别伤心的跟他说，我不想你这样说，反而关系近了很多。我的感觉是，我觉得你一直跟你家人的感情是很深的。听到你描述你妈妈啊、你哥哥啊、你爸爸啊，就是我觉得你跟他们一直都很深。只是我觉得好像你们的这种感情从来没有表达过，好像你从来没有从你的内心走出去过，就是你没有走出来过你的内心活动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你刚刚形容的我的感觉是你终于可以把自己打开了，你告诉他我在想什么。其实你们的感情我觉得不是更深了，而是你们更通了。这倒是，可能以前就很深，但是是一些就是你没有描述过它，你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感情，你只知道它非常浓非常重，但是你没让它通起来。对，没有流通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跟你刚刚说的就是你走出去的有一点关系，就是你愿意表达了，然后你也愿意让别人进来的这种感觉，把你的门打开了。对，好像这一点我也有一些变化，就是我以前特别不喜欢麻烦别人，我让别人帮我做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还给他。就比如别人帮我买了一个东西，我一定要买一个更贵的东西送给他，不然我会觉得有点愧疚，就我觉得别人为我付出了，我却没有回报。然后我也没事，不太喜欢麻烦别人，就是我觉得干嘛老是打扰别人的生活，让别人帮我做事情。但是我今年好像发现我愿意去麻烦别人了，因为我发现人和人的关系好像就是麻烦出来的。是的，这个道理我其实懂啦，但是我以前好像很难做得出来，我就觉得我好像麻烦别人我就没有那么道德高尚。但是我今年好像觉得，比如我去长沙，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也在长沙，我以前会问他，哎，你有空吗什么的，他有时候不回，我就当做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我也不会找他。但是今年我就问他，你有空吗？因为他是一个主持人嘛，经常就是熬夜啊什么的，反正作息也不是很规律。然后呢，他就没回，我就
差不多到了下午2、3点了，我就给打了个电话，我说你明天有空吗？他说有空。他说我刚刚在那个什么晚会在彩排，我都忘了回你。我觉得原来很多时候不是说别人在刻意忽略你，他有时候就是忘了，或者他就是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怎么样。我说那我明天找你玩呗。他说好呀，你来我家。就他其实还是很热情的招待了我，然后我俩就聊得还挺开心的。所以我这次就觉得就有时候我也是不愿意走出去，就是我觉得既然你对我没有那么热情，我也不要理你，就是这种。我现在觉得，那你如果不热情的话，我就再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不欢迎我？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欢迎我，也没有关系，对吧？那我觉得我也理解，也不是说别人随时随地都要对你 stand by， 就是要等你的到访什么的。万一人家只是作息的问题，或者是太忙了或之类的，那我不是丧失了一个跟朋友交流的机会嘛？我也是愿意去走出去一点，去给别人增加一点麻烦嘛。对。我有时候经常也会有一种，我今天想到了一个东西，可说可不说，但有时候就觉得不如说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聊聊。对，以前是可说可不说，那就别说了。现在是可说可不说，那就说呗。好像建立了新的一种情感或者思维模式，然后你会发现跟世界的这种关联和连接和这种道路都更多了的感觉。是的，道路一多，人的机会就多，也有机会见更多的世界，机会又生机会。对，大运不就来了吗？之前我跟思文我们也聊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直接问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一下，或者是我问你要个东西，但是他也不觉得你会给他，他就这么要着，万一给了呢，自己只是问了一嘴。我跟思文讨论之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是，就我觉得以前的那种羞耻感吧，就是我如果问别人要东西，不是显得我很那啥。我现在想想，这也是一种自恋，因为我要维持一个自己是绝对好人的一个形象。一个好人是不可以问别人要东西的，我永远都是一个圣人的一个形象。我现在想想，这种自恋不也是另外一种不咋地吗？所以我现在觉得也没啥，我也不是什么圣人，我也不是什么特别完美的好人。那我该要就要呗。我记得这个突破对我来讲，还是有一次去你家录播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想喝水，然后圆圆说那我给你倒水。就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不是说我渴了，但是我到他家，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应该怎么暗示他说我想喝水这件事情呢？还挺消耗的，其实就是我也消耗，你也消耗。我如果跟他说我想喝水，那对方的反应是那给你倒水。对，如果你不说，我还会再猜他到底渴不渴，我到底要不要给他倒。我觉得两个文艺青年真的相处起来很内耗，还不如直接讲。对，这样的话真正的需求就落地了，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就不用猜来猜去，然后你也不用再纠结我到底该不该要，也不可能说因为你问了一个东西他不给，他就不给你做朋友了。如果真的因为喝水就不跟我做朋友，那确实也可以不用当朋友吧。是，我是觉得我们今年的情感关系都有比较大的突破吧。对，都打开了一些自己。你上次问我要水的时候我好开心，我就觉得思文现在好厉害呀，就是很干脆。你看特别敏感的人就会这样，就是如此小的一个动作，我内心是有痕迹的，你内心也有痕迹，但是跟我们预想中的都不一样。我就觉得哇，你好厉害，我也要跟你学习，想要就要，就是真棒，点赞。那我们接下来聊的就是人生观的变化总结。我们当时在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当时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人不需要很成功也能过得很好。但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说明我一直没有真的很相信这件事情。我如果真的很相信这件事情，就好像我很认同我是一个人类，这个事情我根本不需要强调。所以说比如我们取这个名字斯文败类，就是当时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不用讲述胜者的事情。但是呢，我好像到今年我会真的内心认为说人不需要成功也能过得很好。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成都的有一个活动，就是遇到了当时在做脱口秀的一些同事。我们在上台之后，那个同事转过来说，思文最近在忙什么？这句话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很高压的行业里面，如果你最近没有在忙什么，就代表你这个人非常的堕落，或者你非常的失败。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我其实立刻领略到里面的很多的滋味。很凶险。对，就是我在想，我如果说正儿八经的说我在忙什么，首先我也并没有很忙，并没有真的在忙什么。
然后我如果再说一些我做的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觉得他会觉得说，哈，就这也好意思说，这就是你人生中最值得被提及的事情了吗？我就会有这种猜测吧。然后他问完之后，我那一刻我挣扎了大概0.1秒，就非常坦然的告诉他我在养老。他说啊，他很惊讶，他说哇，好羡慕你。他可能没有想到，就是一个曾经如此之焦虑的人，可以如此坦然的说我在养老，我并没有在忙什么，然后我挣的钱也不是很多，也没有很成功，但是我此刻却能够接纳我此刻并不成功的人生状态。其实我之前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人生观，就是一些非常散乱的一些碎碎的东西。但是因为这1-2年我们在不停的在聊天嘛，聊天的过程我也知道了自己对某些事的看法，对某些特定东西会有的反应。我是在通过我们不停的叙述中逐渐把自己的人生观建立起来的。我不知道是逐步建立还是慢慢发现的。以前可能是云雾一样，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现在你就感觉它是一个比较厚实的棉花一点的，它是可以摸得到的。但是你让我问我具体是什么，我可能还是说不清楚。我是觉得我比之前的痛苦要少一点，我以前的痛苦太多了，现在面对痛苦的能力会多一点。前段时间读到陈嘉映的一个公众号里面写的，好像是有人在提问，就是学哲学可以解决人生的痛苦吗？他那个回答是很长一段，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它里面说到学哲学本身是并不能的，因为你研究一个学术的话，你其实就进入了那些浩如烟海的典籍当中的研究，而不是解决你自己真正的问题。他说如果哲学真的能解决你的人生的痛苦，并不来源于它自己本身的那些东西，而来源于它提高了你认知，让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变得更不一样了，然后导致你就不那么痛苦。他说这种是可以做到的。就比如有一天下雨了，小朋友看到下雨了不能出去玩，他就特别痛苦，但是一个大人他知道是因为下雨了所以不能出去玩，所以他就不痛苦。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是人生中很多事情如果你认知到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通过哲学可以解决一部分认知上的痛苦，但是它不能解决你人生真正的痛苦。但我觉得它能解决的认知上的痛苦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明年我是打算好好去学学哲学。哲学是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会让灵魂比较充实。是的。那最后一个部分，展望一下我们的未来。去年我发了一个愿说要做旅行播客，结果没有任何人赞助我们。但是今年呢，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因为我一直都在上海生活嘛，最近就一直不在上海，我就发现好像换一个城市会有不同的心情。这种心情跟你去旅游的心情不一样，就你只停留那么几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你就真正深入到这个地方去跟当地人一起去生活，这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年希望有一些旅居的机会，就是我能在不同的地方去住一住。还有吗？明年我还是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做自己的视频节目，能去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人聊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活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其实人的终极理想都差不多，就是还是古人说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的一些展望和一些理想。昨天我们家人去那个宝鸡的那个山上面去转了转，山上面不是有很多那种农村嘛，每家每户都是门口有一些那种小土地，里面种了一些菜啊，什么小萝卜小青菜之类的，哇，我就觉得非常的美好。突然想到中国人特别喜欢有这样的梦想，就是等我成功了，升官发财了，我就搞一点小土地，种点小菜。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共同的梦想。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每个人的终极梦想还是回到自己非常古老的这种生活中。我觉得这种西方国家的人，他们的梦想很容易变成我要去航海，就是因为他们古希腊的人就是通商，就特别容易去海上面，然后他们就特别容易回归到自己的那种祖上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在想，中国人果然还是脱离不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血液和命脉。你有什么具体的展望吗？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展望，就是我要离开上海生活。
我明年应该会去长沙住一段时间。我已经不想在一个5000块钱只能租34平米的城市生活了。就是如果我同样的钱，我可以租很不错的房子，过上一个很不错的生活，我就不想再过一个紧巴巴的、很焦虑的，老让我觉得这个生活在过渡时期的生活。一开始它当然只是一个想法，因为长沙的房租还是挺便宜的嘛，好像2-3千都能租很大的房子，我就觉得哇，2-3千都能租这样的房子，都能过这样的生活，我就越想越觉得好像上海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了。以前上海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我的童年时期，它对我来说，第一是一个逃离，第二是一个就很美好的地方，它是一个到处都有机会，生机蓬勃，代表着非常文明的地方。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我觉得那些东西当然吸引过我，但是因为住了太久，我觉得我的一生还有很多种可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是自由职业了嘛。自由职业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用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它是可以远程工作的。我就想，既然我们这么得天独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上海生活呢？我可以每年换一个地方，不一定非要在上海。当然如果我走了一圈发现我还是最爱上海的话，我当然也会回来，只是说我想要多一点可能吧，也要丰富一下自己的居住感受。我就觉得我现在的居住感受非常单一。我前两天脑子里面突然冒出了一句话，就是我以前总觉得上海很精彩，最后呢我发现原来我在上海，上海也觉得我很精彩原来我自己也能生产出很多精彩，所以我最近也对于在上海住的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些摇晃。但是我昨天去那个宝鸡的我住的地方旁边的一个中药店抓药，然后那个人跟我说，你走开，让人家先抓，本来就是我现在排队的。我突然那一天我走出那个中药店说，我不能在宝鸡定居我觉得我还是先在上海住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天圆圆跟我说，好像我们的播客粉丝突破50万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第一反应是，哇，我们是数字游民啦对，我记得我的第一反应是，原来我们这样子工作也可以不用局限在一个地方去生活，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而且其实我们如果去一些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生活，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更自由的做一些事情。对，这是第一个，明年会离开上海。第二个就是我希望我明年能真的把小说写出来。我相信能写出来，应该不是像我很多年前就是每一年就觉得我明年应该做什么事，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比较可实现的事情，就希望我能写出来，然后集结出版。就是我以前会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我会觉得那些故事大家想听吗？然后因为我不是上研修班会留作业嘛，然后我写了一半就先交过去了。下课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他特别喜欢我写的那个小说，特别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让我觉得哦，原来是可以写的，就算我写的非常不好，就算我写的是垃圾，但是我也有写出垃圾的自由，我要把它写出来。挺好的，那祝你明年能把小说写出来。还有就是希望我们明年能也有更多有意思的工作吧。好的，2024年的年终总结就到这里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过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又自己挺满意的一个状态。是的，我觉得今年好像就是这样，就是平凡但是满意。希望大家也能够做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年终总结，如果不满意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不满意的话，你明年就会有很多非常具体的目标，不像我们这样子非常空洞的一些展望哎，我觉得一个人他展望的事情越来越少，是不是因为他越活在当下呢？对啊，因为你现在已经觉得不错了，好像你让我有什么新的期待，我也没有什么太多新的期待，所以应该是展望的事情越少，可能你对你的生活就越满意吧。我就想我对自己生活非常不满意的那几年，我每年年终的时候都要写很多明年要干的事情，结果一个都没有完成对，我对自己很不满意的时候，经常每天早上醒来说我要发大愿感觉我的人生有很多的大愿，然后现在不知道某一天这个习惯就没有了，没有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啊我要发一个愿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对今年还是挺满意的。
我还挺好奇明年我们年终总结会说点什么。是的，那最后欢迎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夸克对本期节目的赞助，也希望大家早日过上自己满意的人生。拜拜，拜拜。